自己人能跟自己人打起来，我觉得也就是 AI 能搞出这种莫名其妙的桥段。嗨，大家好，我是唐秋君。本期我们做一些烽火14的 reaction 视频，因为这些视频做完之后发现有1小时40分钟那么长，所以我做一下要点的简单概括以及论述。那么关键提示，聊这些内容之前，我希望大家跟我保持一个心态，咱们把视频中的游戏内容从抗日题材的大背景摘出来单独看。为什么呢？因为抗日题材自带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爱国情绪，很容易影响我们对游戏本身品质的客观判断。那如果你是很难从这个情绪中摘除出来的话，我建议您现在就关闭视频。烽火14的预告片出来有段时间了，我先把结论放在这儿，单论放出来的画面来看，品质真的非常一般。话不多说，我们跟着实际画面一条一条聊。首先是第一段画面迎面而来的弹道设计，我觉得问题是很大的。首先是这里的子弹痕迹，我觉得是显得特别奇怪的。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枪械研究者，但基本上还是有的。子弹打出去之后，不应该都是全身上下都发光的样子吧？就算是发光发热，应该也是尾部因为摩擦生热才亮，其他部分亮度没有那么高。总不能整颗子弹都整体跟个小太阳似的吧？除了弹道痕迹的视觉效果，子弹大小看着也不对劲。这个情况到后面大家会非常的释然了，因为后面的子弹效果是非常夸张的。那咱们再听听音效。再强调一点，因为烽火14以及抵抗者这类游戏都带着抗日的要素，大家容易带着情绪看，但本期我们只聊游戏内容。我们看这个实际场面，子弹打到民众身上几乎没什么交互反馈，不只有2个人身上有喷血的特效，其他人身上都没有流血，感觉到这段场景是不太正常的。给人物加个碰撞体是很基础的操作，只要子弹通过碰撞体就能触发局部喷血的效果，技术上实现并不难。但预告片的这个场景里只有1个人有这个效果，剩下的全是无痛挨打，所以整体这段实际画面就看着非常假。那聊到这儿，我还得说一句，我是严重怀疑这段画面实际并不是单纯的 CG， 而且它是用 AI 生成的。不管是弹道特效还是交互反馈，我觉得都是非常敷衍的。我们接下来看第2段 CG 的画面，其实这段质量会明显更差。画面是鬼子进村烧杀抢掠的场景，背景是满屏的烟雾效果，明眼人能看得出来，这个烟雾就是在掩盖背景场景的粗糙，让玩家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分不清楚背景到底是实景建模还是随便糊的一层贴图。我们知道用虚幻引擎做游戏，实时演算的画面和导出的视频画面其实效果是有差别的。再一点就是现在虚幻引擎也有很多免费的素材，随便拼一拼也能做出这种效果，所以根本不能证明游戏制作者是真的做了精细的 3D 建模和物理着色效果的。后续的一段画面我个人感觉是 90% AI 生成的。首先是图层问题，背景和前景的人物燃烧的马完全不在一个图层里面，看着特别割裂。然后是人物建模，你会发现鬼子进村的场景里面有几个鬼子的脸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要不然是建模复用，要不然就是说 AI 偷懒，它在生成动画时直接复制粘贴的。后续血液从刺刀滴落的场景，在刀的中部位置出现了血液重新涂改的效果，我感觉这个场景会不会也是 AI 生成的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请先容许我能进行过度的主观评价，我这也是为了给大家鉴别游戏的，我并不能保证我说的100%是正确的，我也不是美术出身，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有美术专业的大佬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进行指正。然后是第3段画面，白药店埋伏鬼子的场景。说实话，这个场景我初看就觉得特别熟悉，总觉得是在之前的游戏中，比如说战地系列的预告片或者是某部影视作品中见过类似的视角、类似的分镜，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能够扒到原型。这段画面的问题也很不少，最离谱的就是手上的血迹。你们看，人物明明在水里，手上却全是血，这合理吗？现实里要是在水里泡着，血迹早就被冲干净了吧。就算是刚执行完任务沾的血，在水里也应该有个逐渐变淡的过程，有一块可能是被水洗掉的，哪能一直保持这种明显的血迹呢？更矛盾的是，后续的画面中人物手上就完全没有血了，前后是完全不一致的。这2段剧情的处境，人物都是在水中泡着的，那为什么血迹会不一致呢？这就更让我怀疑这段画面实际上是 AI 生成的， AI 可能根本考虑不到这种细节逻辑，只能生硬的堆效果。接下来一段画面是战士冲锋的画面，好点非常多。首先是背后的爆炸特效假的非常离谱，它并不完全符合真实爆炸的物理效果，甚至它比不上虚幻引擎免费素材的水平。
包括在战场开始时，左边的黑雾也看着特别突兀。你说是战场硝烟吧，我个人觉得浓度和分布都不太对。所以我觉得背景的爆炸特效以及左边的黑烟都是 AI 为了掩盖背景的缺陷增加的。更搞笑的是，我在一个拉片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战士的跑步姿势，高抬腿抬的特别夸张。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完全不符合人体力学的，我觉得是 AI 有一个偷懒的行为。另外一些小问题我就不提了，比如说穿模的小问题，战士身上的手榴弹跟身上的衣服穿模了，这在正经游戏制作里是很低级的失误，但是因为是预告片，我们可以容忍。再往后的战斗画面呢，我觉得是把 AI 生成的破绽暴露的很明白了，比如子弹特效竟然做成了跟激光一样的长条，谁家的子弹打出去是这个样子的呢？更离谱的一段是自己打自己人的画面，或者是在打抗日战士，为什么呢？大家注意看啊，这里他打，你看这个人是我们的这个同志们哈，这个人也是我们他俩怎么会打起来呢？看，那替他挡子弹吗？难道是他要打这个鬼子，然后旁边的这个同志把自己同志给扑倒了，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已经看过大量的游戏分析视频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段的打斗场景逻辑非常离谱的，自己人能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我觉得也就是 AI 能搞出这种莫名其妙的桥段。后面一段场景是机场战斗的画面，首先我觉得左边给飞机加油的这个画面有点可笑，一个战士拿着桶直接往飞机油桶里倒油，现实里面有这么给飞机加油的吗？如果是战士从飞机里偷油的话，我感觉这个姿势也是有点勉强吧。然后我觉得整个的游戏片段应该就是抄袭的电影《太阳山上》，因为它中间有这么一段夜袭机场的画面，在电影中是有战士拿炸药包往飞机里面投，把飞机场炸掉一个场景。那在游戏中似乎也是完全抄袭了这个场景，也就是说这段场景并不是从飞机里加油或者取油的场景，而是把飞机炸掉的场景。然后来到火车内部击毙鬼子的画面，子弹打到了一个鬼子身上，鬼子受伤了，但是过后发现鬼子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非常敷衍。另外还打到了一个正面鬼子的脸上，出现了一坨血雾的效果。整个血雾效果给人的感觉是把鬼子打得血肉横飞，似乎是脸都烂了，肉都飘散在空中。但是转头一看，鬼子的脸其实是正常的。我觉得在正常游戏里面，子弹命中之后的受击特效，你如果做个伤口建模，我觉得是可以的，也比较简单。那怎么会只给一个血雾效果就完事了呢？接下来我觉得不太自然的场景是城楼被轰炸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首先第一点，电线杆子的高度竟然是高过能够穿越城墙的。现实里面哪有这么离谱高度的电线杆呢？其他细节我就先不聊了。后续紧接着有一个爆炸场面，有一段中间类似塔楼建筑爆炸的场景，我觉得有些离谱，因为中间会出现一个画面震动，我觉得挺假的，它不像是建筑爆炸的场面，而像是中间单独的这个画面被晃了一下，并不是爆炸带来的真实震动。然后旁边的一些景物并没有跟着完全有反应。后续的有一个小战士吹小号的这个场景，我观察了一下，小战士的右脸颊有一个不自然的颤动，我感觉这也是 AI 生成画面时常见的问题，人物面部表情经常控制不住，容易出现异常的抖动。更让我离谱的是接下来的画面，有一段坦克冲过来的画面，我感觉跟战地1的某个场景或者是宣传片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换了一个背景，加了个八路军战士。我感觉这段场景说是 AI 照搬过来改的，我一点都不意外。所以整个预告片看完，我的结论就是烽火14预告片，我个人感觉不仅是 CG 画面，而且大概率是靠 AI 生成的画面拼凑起来的，真正人工制作的内容好像只有一部分画面。当然以上我只是我的个人猜测，毕竟我没有去过人家工作室实地考察。如果我真的猜错了，就算我瞎说，大家千万不要当真。但平心而论，单看游戏释放出来的预告片的品质的话，如果去掉抗日题材，个人觉得质量一般。当然如果加上抗日题材，那这样就非常好了。但我个人看来，其中一定有一些 AI 生成的画面。那实际上这些画面到底是真是假，那我现在也没法下结论，我说的话也可能是不对的。而且后续如果制作组把整个游戏做得很好，他也可以完全不认可这段预告片的。那所以我本期的内容基本上是冒了很大风险，极有可能挨骂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允许我做这样的主观的猜测吧。如果大家不能接受一个人说真话的话呢，我也觉得比较的尴尬。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完完整视频之后对我有一个合理的评价，而不是没看完视频就对我的视频内容做一个评价。我觉得
我觉得这才是对我做视频的这个努力的肯定吧。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